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周四以视频方式举行。此次会晤是为下月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所做的一次准备会。会后发表了关于应对国际形势新特点、新挑战，加强金砖国家团结合作的联合声明。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金砖国家外长会晤上，各方就支持推进金砖国家扩员进程达成一致。作为2022年金砖主席国，中国期待同其他金砖伙伴就当前国际形势新特点、新挑战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一步沟通协调，发出金砖国家团结合作、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团结抗击疫情、共促和平发展的声音。此次外长视频会晤由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南非外长潘多尔、巴西外长弗兰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印度外长苏杰生与会。王毅表示，今年6月，中国将举办第14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这是在当前特殊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此次外长会晤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即将举行的领导人会晤做政治准备，确保领导人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期待同各位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凝聚共识，特别是为领导人的会晤做好政治准备。王毅表示，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是金砖政治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国际形势出现一系列新特点、新挑战。金砖国家要认清方向，把握大势，凝聚共识，坚定信心，识变应变。王毅指出，要努力寻求普遍安全的公约数，在国与国相互依存的今天，追求绝对安全、独享安全行不通，必须超越你输我赢的冷战思维，尊重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协商取代胁迫，以结伴取代结盟，以共赢取代零和。王毅强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各种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要把安全不可分割原则落到实处，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在全球治理方面，王毅强调要努力凝聚全球治理的正能量。当前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只有动员全球资源，协调全球行动，才能妥善应对。小圈子解决不了全球面临的大挑战，小集团适应不了当今世界的大变局。王毅同时强调，金砖国家要顺应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升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就说在当今的全球大变局背景下，这个发展这么一个议题，其实是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冷落。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加强的金砖合作，那么是可以使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其实是这个发展议题其实是一个更重要的议题。与会的外长们也强调，金砖国家加强团结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尤其要做政治互信、务实行动与联合自强的表率。我们现在正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际形势，这样说并不夸张。可以说，国际秩序的未来是会变得更加的民主，还是说一小部分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会执行单边秩序，并且呢换回殖民主义时代的秩序。周五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介绍了此次金砖国家外长会晤的具体成果，包括发表了关于应对国际形势新特点、新挑战，加强金砖国家团结合作的联合声明，为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了政治准备。分析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金砖国家在安全和发展这两个重要议题上，可以向世界发出积极信号。当前新冠疫情反复不定，地区热点问题导致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化，全球化格局和全球产业链遭遇严峻考验。然而，部分大国、富国仍力图将其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逻辑和游戏规则强加于人。广大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亟待捍卫自身话语权和正当权益。此外，疫情及乌克兰等热点地区形势恶化所导致的连锁反应，造成能源、食品和大宗商品成本急剧上升。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佼佼者，金砖各国既深受冲击和影响，因此有责任、有义务挺身而出，为发展中国家克服困难做出表率和贡献。其实这种更多意义上是我们是在一种
国际议程设定上的这么一种对冲，就是说你设定一个这种单边的这么一种去全球化的进程，那么我们就要通过一种全球化的然后真正的多边主义的这么这种进程来对冲你的这种议程的设定。那其实在地缘上其实也是有一定客观的对冲的，就比如说这个印度这个国家，它其实是在最近的这个国际博弈里面，尤其是在俄乌冲突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成了一个这个西方国家争相拉拢的这么一个对象。那么我们通过加强金砖合作，我们就是可以避免印度其实是向这个西方国家一边倒的局面。汪文斌还指出，此次会晤中，金砖国家外长们支持通过讨论推进金砖国家扩员进程，强调有必要明确相关指导原则、标准和程序。金砖国家致力于同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深化合作，也体现出金砖机制的吸引力在不断上升。金砖国家将继续扩大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共同发展利益和空间。中方主持的金砖国家外长会呢，是今天记者会上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从汪文斌的回应当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此次会晤成果显著，并且对于当前的国际社会而言意义重大。在回答我的提问时，汪文斌表示，金砖国家外长在众多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那在回答外界所关注的金砖扩员以及金砖加会议的问题时呢，汪文斌进一步指出，这体现了金砖合作的开放包容以及金砖国家不断上升的吸引力。金砖国家集团于2009年正式形成，成员包括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随后，南非在2010年加入。金砖国家汇聚了世界上最大的5个新兴国家，占全球人口41%，全球 GDP 24%和全球贸易总量16%，在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上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由于自2010年后没有继续扩员，此次金砖国家外长视频会晤中提到的金砖扩员议题很快成为舆论焦点。此前，南美国家阿根廷披露已经受邀参加此次和6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的金砖加活动，并含蓄表达了成为第6个金砖的愿景。分析指出，如果在不久将来金砖扩容成为事实，将极大壮大金砖国家的力量和阵容，扩大新兴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和热点等事务上的话语权。尤其面对世纪疫情大流行、地缘政治热点冲突造成的一系列挑战，新兴国家要争取更多国际事务话语权，更需要金砖国家间进一步求同存异，共同抵御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发出自身响亮的声音。金砖国家扩员这个进程啊，其实是有着2方面的一个意义。第一个方面呢，我认为它是能给这些新加入的这些成员国带来一定的实实在在的一些好处。就比如说对阿根廷来说，通过这个金砖国家的疫苗合作中心，他们能够给这些新加入的成员国来提供更多的在公共卫生，就尤其是在疫苗方面的一些帮助。第二方面呢，我认为金砖国家这个扩员的进程能够实实在在的，就是把这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这个权重来进行一个放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金砖国家系列外长会周四以视频方式成功举行。王毅在金砖国家外长视频会晤中发表讲话，代表中方提议金砖扩员进程，探讨扩员标准和程序。那么，管先生，您对此如何看呢？好的，主持人，我认为中方这一提议呢，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为金砖国家未来发展设置的一项关键的议程。那么，一旦金砖成员国达成共识，商讨制定出为各方接受的扩员的标准和程序，正式启动金砖扩员进程，那么这无疑会是全球瞩目的大件事。那么金砖这一凝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力量的新型的多边开放型组织，必将会迸发出更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行动力，为推动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乃至给处于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关系，都将会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致辞中深刻剖析天下大势，指出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他也前瞻性的寄望金砖让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让进步的力量越聚越强。
那么在我看来，金砖扩容正是做大合作蛋糕、聚合进步力量的重要途径。所以这也让我们呢对下月即将召开中方担当主席国的金砖峰会更加期待。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峰会的具体安排，但是呢，不管峰会是在线下或者是云端开，那么这一定会是金砖国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峰会。那在我看来，同样意义重大的是金砖国家扩容进程启动上路，这呢也是对当前个别国家一意孤行，搞所谓一国独霸、几方共治，构建打造所谓小院高墙、平行体系逆流的有力的回击。那么这也是对正在遭遇空前挑战的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有力维护。那么正如王毅在讲话中一针见血道出的，小圈子解决不了全球面临的大挑战，小集团也适应不了当今世界的大变局。全球治理要由大家一起建设完善，没有哪个国家或集团有权搞一国独霸或者是几方共治，更不能以任何理由把其他国家排除在外。所以立足应对大挑战、破解大变局、走向扩容之路的金砖国家机制，有机遇更加有实力成为大圈子，成为大集团。王毅说，目前距领导人会晤召开只有1个月的时间，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到冲刺阶段，期待金砖其他成员国积极响应中方提议，就已经破题的这个金砖扩容重大议程推进，达成共识性的成果。好的，谢谢管先生，以上的分析也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会继续连线您，谢谢。再来关注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的首次亚洲行，他于周五下午抵达韩国，周六将与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这也将是尹锡悦的外交首秀。而拜登抵韩后的首站是韩国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美韩领导人会宣布两国结成技术同盟。周日，拜登还将访问韩国航空航天作战本部，外界认为这是向朝鲜发出信号。拜登周五下午乘坐空军1号总统专机飞抵位于韩国京畿道的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开启为期3天的韩国之行。这是拜登任内的首次亚洲行，也是美国总统首次打破惯例，先访韩后访日。拜登下午首先访问了位于平泽的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韩国总统尹锡悦陪同视察，三星电子掌门人李在镕随行。韩联社称，此举被视为宣告美韩技术同盟的启动。自拜登上任以来，他曾与商界人士举行过关于供应链的一系列会谈，而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三星就是主要参与者之一。它主要包括像在人工智能、像在这个半导体，包括在5G 网络等些领域。那么它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就是要打压像中国这样在高科技领域的这样一个发展，因为美国把这个视为是美国霸权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美韩之间这个技术联盟可能在半导体、在网络等很多领域可能都会有延伸。美方此前还表示，拜登考虑此行期间前往朝韩非军事区。拜登的2位前任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曾访问过朝韩非军事区。不过，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周三称，拜登不会有相关行程，因为他在担任副总统时去过那里。这是美国政府很谨慎的一个考虑。如果说去了这个非司军区，实际上是给了这个朝鲜方面很大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朝鲜可能认为是一种挑衅，那么有可能会采取强硬的举措，那么这会导致整个朝鲜半岛安全形势的一个恶化。而当务之急，在拜登政府看来是搞好经济问题，而不是去解决朝核问题和安全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拜登政府的一个谨慎的一个考虑。结束访韩后，拜登将访问日本，并在东京出席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机制第2次线下峰会，并正式推出印太经济框架。有分析认为，拜登上任后首次亚洲行就是强化对华遏制。对于印太经济框架，汪文斌再次重申，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中方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框架都应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增进地区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带有明显的选择性、排他性。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力推的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目的是把中国排除在其主导的国际供应链之外，从而遏制中国发展，延续美国经济霸权。
韩国和日本已经表态会积极参与，而韩国总统办公室周四再次表示，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只是打造供应链同盟概念的合作平台，绝无要将中国排除在外之意，无需对此反映国际。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周四在韩国出席一场活动中表示，当前一些国家试图推动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产业供应链，产业供应链的形成是经济规律运行的结果。中国经济早已融入全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30%左右，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将中国排除在产业链供应链之外，无疑是跟规律作对，跟市场作对，跟利益作对。邢海明提到，去年韩国遭遇尿素危机，中方积极协助韩方解决了燃眉之急，中方也需要从韩国进口大量半导体等产品，这表明中韩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双方谁也离不开谁。尹锡悦政府之后呢，这个美韩联盟会步步强化，但是呢，它是有一个切香肠的一个战术，就是说，一方面要强化和美国的联盟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想过早的、过急的得罪中国。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毕竟是中国，那么中国市场给韩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很大一个动力。那么对于尹锡悦而言，那么他首要的这个任务就是韩国经济的发展，所以他离不开中国，所以他也希望就是说和中国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密切关系。那么在中美之间两头讨好。实际上，多数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心存疑虑。在日前结束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上，美国向东盟各国施压，意图围堵中国。但从会议成果来看，美方如意算盘未能得逞。新华社的评论认为，拜登亚洲之行首选韩日并非偶然，暴露出美国纠集盟友围堵中国，向域内国家兜售对抗祸水的企图，其破坏域内国家互信与合作、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险恶用心，值得高度警惕。好的，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美国总统拜登已在傍晚抵达韩国，他与韩国总统尹锡悦的首次会面安排在了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呢？美国总统拜登任内亚洲首访，选择韩国，韩国首站行程安排参观三星半导体工厂。那么这对外释放的信息非常明确，就是要刻意传递访问的经济色彩，要宣示拜登致力推进的核心技术产品产业链的重组议程。韩国三星以及中国台湾的台积电是受邀参会的两家外企。同样可以预料的是，鉴于在全球芯片供应链中，台积电的地位和分量高过三星，当然了，拜登在推销所谓芯片产业链重组议程时少不了要打台湾牌。但是呢，拜登亚洲首访刻意对外传递产经信息的努力，正在被另一个紧迫安全议程在对冲、在稀释。现在美媒最关心的一个悬念就是，韩国的北方近邻会不会在拜登访问韩国期间再射洲际弹道导弹？美方现在言之凿凿，卫星照片显示，就在这2天，朝方可能将会为导弹发射填充燃料。随同拜登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空军1号飞往亚洲的行程中，召集记者吹风警告，声称美国已经有应对预案 ，We know what we will do to respond to them。我们知道要如何来应对。美国总统访韩的例牌行程是前往38线非军事区。那么此前呢，美国媒体也曾经预告这一行程，但是拜登方面显然是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安排。那么美韩总统将会如何来谈朝核，来谈半岛的事态？我们呢不妨拭目以待。美媒普遍炒作拜登首访亚洲来者不善，就是冲着中国来的。那么您对此有何评论？中方应如何应对呢？纽约时报今天的报道大标题说 ，Biden begins trip to Asia meant to reassure allies of focus on China。拜登任内首访亚洲，意在团结安抚盟友，确保政策聚焦中国。所谓的团结安抚，当然是基于美式小圈子、小集团思维的这个外交鬼话。说白了，就是要逼域内的国家选边站。就拿拜登亚洲首访所谓经济重头戏的印太经济框架安排为例，它天然就存在着可信度问题。拜登拿什么在日本宣誓？这一次印太经济框架一定就能够走出新冠不离旧症的美式治理困境，避免特朗普式退出 TPP 的所谓鲁莽行径。至于说到中方应对，我提醒大家关注中美意见领袖同时提到的所谓2倍 GDP 说。曾经出任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北大名教授林毅夫最近就表示，当中国人均 GDP 水平达到美国的一半，鉴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届时中国的 GDP 整体规模将会2倍于美国，那也将会是美方所谓小院高墙平行体系的这个努力彻底破产之时。那么当然了，在此之前，美方会变本加厉搞最后的疯狂。无独有偶，有外星人之称的全球首富马斯克前天也在接受一档美国网红播客采访时强调，我们将会看到所有人都将见证中国将会成为一个经济体量2倍甚至3倍于美国的经济体，生活在那样的世界中非比寻常，美国最好停止内斗，别再自我打脸了。马斯克很明白这样的时与势，隔绝于一个面向未来更加开放的活力中国，无异于隔绝于整个世界。所以以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自身发展，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全世界，这就是中国面对美式战略挤压的最有力的回应。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拜登此次亚洲行的重点之一，就是在访日期间宣布启动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架构。而岛内民进党当局在炒作参与世卫话题无果而终后，仍然紧抱美国大腿，意图挤进印太经济架构之中。不过，对于蔡当局的主动谄媚，美官方一直对将台湾地区纳入这个新经济框架不置可否。最近，美国国会一群所谓友台议员就联名致函拜登，意图向拜登政府施压。据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官网消息，当地时间周三，美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嫩德斯、外委会资深议员共和党人吉姆里什带领50名跨党派参议员联名致函美国总统拜登，呼吁把台湾地区纳入印太经济框架。信函鼓吹将台湾纳入关乎美国安全利益，能展现美国对台承诺坚如磐石云云。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信函发起人之一的梅嫩德斯4月中旬曾率团窜访台湾。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年3月，200位美众议员也曾联名致函拜登政府负责财经的官员，鼓动邀台参与印太经济框架。实际上，自拜登去年10月宣布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后，美国官员就明确表示不打算邀请中国大陆加入。但被问及是否邀请好伙伴台湾地区加入，美国官方一直不置可否。路透社爆料，3月中旬，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参议院的一场闭门会议上表示，美方现阶段没有考虑把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架构。4月下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仅称未决定，还在讨论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4月28号出席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听证会时，被问及相关问题，则用外交辞令搪塞，称没有要把任何人拒于门外，包括台湾在内。岛内舆论认为这是场面官话而已。台湾中时新闻网发文分析，美国不愿意让台湾地区加入的原因是地区国家担心这将使框架的抗中色彩过于明显，阻碍其加入的意愿。拜登政府因而选择牺牲台湾。白宫才刚举行完美国跟东协的会议，这个高峰会谈嘛。我们知道这些东协的国家里面，很多他其实不愿意在这个美中两国之间选边站。如果今天把台湾纳入这个印太经济框架的话，那就因为蔡英文当局实在是反中反得太够火了，所以会让人家以为这个是什么，完全是在反中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框架里面，可能会让很多这些原先想要加入的这些东协的国家那么都不敢加入了。毕竟很多人还是不愿意选边站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美方一些人提出的毁台论，更让台当局棋子的角色显露无遗。美国海军研究所出版的5月号议事录杂志上，曾在美国陆军服役的安全事务专家克里斯多福布斯就鼓吹，两岸一旦发生冲突，美方应炸毁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基础设施来拯救台湾，以防相关资产落入大陆之手。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美国政客在鼓噪台湾问题时，必然会提及台积电，因为美国的半导体技术十分依赖以台积电为代表的海外代工产能。然而，布斯前段时间提出跟台积电有关的所谓焦土战略，一度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有台媒评论称，所谓焦土战略建立在美方对于两岸战略态势的严重误判上，完全站在美国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彻底抛弃了台湾的利益。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四指出，美方一些人扬言炸毁台积电，摧毁台湾基础设施，尽显将台湾民众当作棋子和炮灰的冷血无情，图谋以台制华，无所不用其极的险恶用心。这就是台独分裂势力卖身投靠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广大台湾同胞情何以堪？从这个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其实在乎的是台湾的战略地位，他根本不在乎台湾人的一个生命财产的价值。台湾其实要认清美国很多人从以前的弃台论到现在又更升级的要把毁台论了。但是你毁掉了台湾基础设施啦，或者台湾的这个像台积电，那台湾人何以为家？心里要有清楚，就是说美国可能随时都可以弃台，甚至毁台的。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周日登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发布声明，鼓噪世卫组织邀请台湾地区作为观察员参会。不过，到目前为止，台当局并没有收到大会邀请函。针对台美有关台湾地区是否已不会获邀的提问，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欧江安狡辩称，具有世卫组织会员身份的13个所谓友邦已向世卫组织秘书处完成提案，要求台湾地区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并要求将此案以补充项目形式列入本届世卫大会全会讨论。此外，台当局还做好闹场的打算。按照欧江安的说法，台当局会筹办所谓世卫行动团，将在世卫大会举办地日内瓦表达抗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五应询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无权参与仅限主权国家加入的国际组织。美方对此心知肚明。美方拿观察员说事，别有用心。民进党当局无法参会的原因，完全在于其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朱凤莲说，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天亲，没有谁比我们更关心他们的健康福祉。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我们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安排。朱凤莲指出，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履行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做出的严肃承诺，停止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美国国会50多名议员联名致函总统拜登，敦促白宫把台湾地区纳入到拟议中的印太经济框架。那么，您认为拜登政府会这样做吗？对于这件事情我有这么几个基本的判断。首先，我认为从内心深处来讲，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蔡英文当局，都有这样做的强烈意愿。因为拜登政府建立印太经济框架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经济上制衡与排挤中国大陆，这与蔡英文当局近年来推行的亲美抗陆政治路线，以及想与中国大陆脱钩的经济路线是高度一致的。尤其是在美国看来，台湾地区独步全球的半导体产业，还是其推行与中国大陆高科技脱钩的利器。不过，我同时认为，虽然在这件事情上，拜登政府与蔡英文当局可谓是你情我愿，一拍即合，但是为了避免干扰印太经济框架的大计，美方暂时又不会这样做。因为拜登政府深知印太地区人心涣散，队伍不好带，相当一部分国家，尤其是东盟地区的国家，由于顾及同中国的经贸利益，而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始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才对印太经济框架进行了去政治化与去意识形态化的处理，小心翼翼地把它包装成了一个非常宽泛、非常自由的经济架构。假如在一开始就把台湾地区给拉进来，那肯定会被中国大陆认为是在支持台独，并引起中国大陆的强烈反弹。一些跟中国大陆保持了友好关系的印太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势必会响应中国大陆的号召，从而抵制印太经济框架。如此一来，事情就变得复杂化了。我的第3个基本判断是，鉴于台湾半导体产业在经济围堵中国大陆中的独特地位，虽然拜登政府短期内不会把台湾地区纳入印太经济框架，但是从长远来看，他们一定会这样做。同时，为了安抚蔡英文当局，在中短期内，美方还将会采取其他措施来补偿台湾，
包括在美台签自贸协议问题上加快谈判进度等等。因为后者虽然也会得罪中国大陆，但它毕竟是美国自己就可以拍板定案的事情，不会引起更为广泛的政治风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强烈呼吁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将于5月22日开幕的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那么对此您如何看呢？确实，美方这次闹出的动静非常的大。在早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公开呼吁恢复台湾地区在世卫大会的观察员席位之后，国务卿布林肯又装模作样的就是发表了一个正式的声明。不过在我看来，美国国务院敲锣打鼓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尽人事听天命，应付差事，也就是一是为了安抚蔡英文当局，二是为了向美国国会交作业。布林肯心里面非常的清楚，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下，要恢复台湾地区的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席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在现实中，这件事情也已经没戏了，因为后天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就要召开了，台湾方面仍然没有接到来自世卫的邀请函，这也是蔡英文当局第6次在这件事情上吃了闭门羹。不过尽管如此，中国大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在美国与蔡英文当局这些年的联合运作之下，仍然有部分国家和组织坚持在这件事情上兴风作浪。截至目前，跟台湾地区存在所谓的邦交关系的13个小国，已经再度联名向世卫大会提出议案，要求接纳台湾成为世卫观察员。所以围绕着台湾出席世卫大会资格的问题，国际社会将会展开一场激烈的博弈。而且这场博弈的真正本质，其实是中美2个大国在较量，在扳手腕，在比拼谁在当今世界上的支持者与跟随者更多。当然了，我个人仍然相信，由于截至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第3世界的亚非拉国家，仍然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靠着他们的支持，中方仍然会赢得这场对美博弈胜利。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俄乌冲突爆发近3个月之际，战事前景仍难言明朗。外界普遍认为，尽管仍有部分乌方武装人员藏身于亚速钢铁厂，但俄军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马里乌波尔。俄乌下一步的争夺重点备受外界关注。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已经1个多月未举行实体会议，有观察指双方和谈的条件依然相去甚远，这显然与美西方持续军援乌克兰隔岸拱火有关。据央视新闻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周五表示，俄罗斯西部边境面临的军事威胁正在增加。在过去8年中，美国战略轰炸机在欧洲的飞行从每年3次增加到45次，强度增加了14倍。搭载制导导弹的美国军舰进入波罗的海已经常态化。与此同时，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正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加强行动和战斗训练。目前正在进行一系列涉及来自30个国家多达4万名士兵的欧洲捍卫者系列演习。演习的主要特点是将一个整编师从美国重新部署到欧洲大陆，以及在北极、俄西部和西南部3个战略方向上部署一批部队。绍伊古强调，俄罗斯的近邻芬兰和瑞典已经申请加入北约，因此在俄罗斯西部军区的防区内紧张局势持续增加。在此背景下，俄罗斯西部军区将在今年年底前组建12支队伍。而在此前一天，俄罗斯国防部第1副部长、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应约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通电话。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双方讨论包括乌克兰局势在内的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是两军总参谋长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通话。1周前，在美俄防长通话中，强调了美俄两军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美西方仍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当地时间周4，美国参议院表决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创纪录的近400亿美元援助法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社交媒体上及时送上感谢。上周，因为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的阻止，该案未能在参议院获得快速通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随后表示，如果到5月19号还未能获得额外的授权，将开始影响美国向乌克兰不间断提供军事援助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会3月已批准136亿对乌援助，加上这次的400亿美元，累计金额已超过530亿美元。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俄罗斯去年国防预算的80%，还超过了2019年全年美国对外援助总额。就在这份400亿美元援乌法案通过的当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称，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1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拜登此次授权向乌克兰提供的安全援助包括18门155毫米榴弹炮、18辆榴弹炮牵引车、3套反炮兵雷达和其他装备。这也是拜登自去年8月以来第10次动用可由他直接批准的援外资金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路透社周四还透露，美国政府正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威力更强大的反舰武器，包括鱼叉反舰导弹和海军打击导弹。在启程前往亚洲前，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了瑞典首相和芬兰总统。对于两国申请加入北约一事，拜登表示欢迎，并将此形容为加强北约军事联盟的重大一步。不过，作为北约成员国并具有1票否决权的土耳其，已多次明确表示反对这2个国家加入北约。至于俄罗斯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的反制措施将有惊喜。当地时间周四，拜登与到访的瑞典首相安德松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会晤后举行联合记者会。拜登表示，美国政府强力支持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两国完全符合加入北约的所有要求。They meet every NATO requirement and then some. We have consulted closely at every stage as Sweden and Finland made their determinations. And today I'm proud to assure them that they have the full,Total, complete bac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拜登承诺将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相关决定。美国参议院需要至少2/3的票数批准北约新成员，大多共和党人已经表态支持。预计参议院会在8月休会前进行投票。讲话中，拜登还特别强调了与欧洲、亚洲盟友共同构建强大的安全体系。In a few minutes, I'll be leaving to spend time with 2 of our Indo-Pacific allies.Within a half hour or so, I'll be flying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Japan. I thank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ime Minister for traveling here for this meeting before I take off, because it is so important. America's alliances in Europe and in Asia keep us, and I would argue, the world strong and secure.记者会上，瑞典首相安德松表示，申请加入北约这一决定对瑞典而言是一个分水岭。President Niinistö and I have come here at a historic moment for our countries and for Sweden. After 200 years of military non-alignment, Sweden has chosen a new path. 周三，芬兰和瑞典正式申请加入北约，两国放弃长期奉行的中立和不结盟政策，被西方媒体形容为欧洲安全架构数十年来最重大的变化之一。不过，两国若要成为正式的北约成员国，必须得到30个北约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而土耳其已经多次明确表示反对。当地时间周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重申将对两国申请加入北约说不。他指责这2个北欧国家是许多恐怖组织的据点，因为他们长期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以及居伦运动等组织成员，并向他们提供武器装备。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在记者会上就表示，芬兰理解土耳其的担忧，但坚持认为芬兰加入北约不会威胁到任何国家。Turkey's leadership has recently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our membership application. I want to address these concerns today. Finland has always had broad and good bilateral relations to Turkey. We take terrorism seriously.We condemn terrorism in all its forms, and we are actively engaged in combating it. We are open to discussing all the concerns Turkey may have concerning our membership in an open and constructive manner.
此外，土耳其开出的要求清单还包括重新加入美国 F-35战机项目。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四透露，芬兰和瑞典的高级代表将在未来几天访问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计划直接与埃尔多安对话，相信两国加入北约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那土耳其它主要是有一个它的这种地缘的这个考虑，那么它有很多这种特殊的一种它的地缘的这种情况存在啊。那么在传统上来讲，它因为一些人权的问题，也和这个北欧的一些国家存在的一些这个之间的一些纠葛，但是这次可能会利用这样的一种机会。可能做一种这种整体性的这么一种解决吧，但是我觉得整体上来看，其实想要阻止这两个国家进入这个北约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对于瑞典、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持续表示强烈反对。一旦两国加入北约，俄罗斯将面临更加恶劣的安全环境，特别是芬兰距离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只有170公里，它将北约与俄罗斯的边境线增加了约1300公里。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三回应称，俄方将在考虑所有因素以及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一事将会如何发展等问题后，相应的做出决定，而且将是一个惊喜。他还表示，乌克兰和芬兰、瑞典想要加入北约的情况存在一定的不同。有分析指出，俄方的反制措施可能包括在北方加强对北约的军事威慑，比如向该地区增派可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S-400防空系统及冷堡导弹等。这些导弹将瞄准瑞典和芬兰的重要军事设施。不过，瑞典和芬兰两国此前宣称，不希望北约在领土上部署核武器和创建军事基地。在大的这个形势下，北约继续的这种扩张，然后对俄罗斯形成这个更强大的战略压力的这个局面已经形成。也就是说，未来这个北约在这个北极，特别是靠近俄罗斯的这个北极地区的，它这种军事存在会是一种增长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俄乌冲突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一种解决的话，其实俄罗斯在北部的这种军事压力啊，或是他想象的这种安全的这种压力啊，其实是不会得到这个放松的。